制裁之刃。打过王者荣耀的都知道，它是一件降低目标生命恢复效果的武器。但凡对面有回血墙的英雄，如果队友不出制裁，你可能会隔着屏幕问候对方18遍。那么如果放在现实世界里的制裁逻辑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之间发生矛盾，不一定马上走向冲突，有时候一个国家会选择限制贸易、限制金融、限制技术交流，试图让对方的发展速度慢下来。但历史里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游戏里的制裁点一下装备就生效，现实里的制裁却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当你限制一个国家的时候，影响的不只是决策者，还可能沿着经济网络传递到企业、市场，甚至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人类研究制裁已经有几百年，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法非常简单，既然战争会造成巨大损失，那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不用军队进入战场，不用直接发生冲突，只通过限制经济往来，让对方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现在我们一同了解制裁如何一步步发展的。18世纪的英国，它不只是拥有军队，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络。英国商船往返世界各地，把不同地区连接起来，商品流动带来了财富，而财富又反过来支持国家能力。这时候，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了：如果一个国家的重要力量来自贸易，那么限制贸易是不是也能限制它的发展？这就是西方制裁思想最早的雏形。西方最早尝试这种方法的是一个叫拿破仑的小伙子。1806年，欧洲霸主拿破仑遇到了一个麻烦。法国陆军很强，但英国有一件法国很头疼的东西，就是海军。拿破仑发现，既然我暂时管不了英国的船，那我就限制英国的商品。1806年，拿破仑发布柏林敕令，启动大陆封锁体系。他的想法很直接，英国靠欧洲市场赚钱，那我把市场关了，英国经济自然会承受压力。但英国也不会坐以待毙，他开始寻找其他市场。欧洲各类商人也会用各种方式把英国商品走私到欧洲大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最常见的对策就是去找一些中立国转手。英国商品不方便直接进入法国控制地区，于是商人会先把货物运到一些相对中立或者限制较少的地区。货物只是多走几步路，价格涨一点，但生意没有消失。又或者换马甲，英国制造的商品被包装成其他地区生产，换个标签照样上架。总之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拿破仑的这个制裁操作对当时的英国基本没什么影响，反而对他有点影响。因为英国商品减少以后，一些原本依赖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所以制裁这种东西效果很鸡肋。但拿破仑给后世开了个制裁的头。接下来到了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一开始，很多人想象中的战争大概还是那个老画面，士兵冲锋，炮火轰鸣，两支军队在战场上决胜负。但打着打着，各国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现代战争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士兵是机器里的零件，但机器要运转，还需要钢铁、煤炭、粮食、石油、资金。英国很快发挥自己的优势，它不只是拥有强大的海军，更重要的是，它控制着大量海上贸易路线。于是英国开始利用海上优势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德国面对的情况就像一个大型工厂，机器还能运行，工人也还在，但原材料供应开始越来越困难。这让所有国家意识到一个变化：现代战争拼的不只是谁的枪更多，也是谁能维持整个经济系统运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了。既然经济压力可以影响一个国家，那以后能不能不用战争，而通过经济措施维护和平？于是人类开始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规则。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但这个国际联盟其实跟纸糊没啥区别。他提出，如果某个国家破坏国际秩序，其他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制裁等方式施加压力。但历史很快给出了一个问题：制裁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一个国家被限制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会马上改变选择，还是会寻找新的办法？制裁不是按下按钮，对方就自动改变，它更像一场长期博弈。你限制对方的道路，对方也会寻找新的路线。而这个问题很快又会在一个国家身上出现。一个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在经济压力下，它是会妥协，还是会一咬牙一跺脚干起来？这个国家就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日本国土面积有限，石油、铁矿等重要资源高度依赖进口。1937年以后，日本在亚洲大陆持续扩大军事行动。随着局势发展，罗斯福治下的美国逐步加强对日本的经济限制。1940年，美国开始限制部分战略物资出口。1941年，美国进一步采取冻结日本资产等措施，两国经济关系快速恶化，其中石油供应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没有足够石油，舰船难以运行，飞机难以训练，工业也会受到影响。美国方面希望通过经济压力促使日本调整政策，但日本决策层面对的是另一种计算：如果未来资源供应继续减少，自己的战略空间会越来越小，与其等死，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于是日本一搏，搏来了2颗原子弹。而这个事件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经济压力为什么有时候会带来妥协，有时候却会推动更激烈的选择？美国发现经济制裁就像捏橡皮管，对方要是还有气口，还能喘，忍忍不致死，对方就会被越捏越软，最后妥协。要是对方已经被捏到眼球突出，且相信再捏1秒就脑死亡，他可能会不顾一切。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留下一个巨大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违反国际规则，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办？直接冲突代价太高，什么都不做又可能放任问题扩大。于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宪章第41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不涉及武力的措施，包括中断经济关系、交通联系等。制裁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往后系列我们一同了解二战以后被主要制裁过的几个国家现在变得怎么样，制裁的效果又是如何？它们分别是古巴、南非、伊拉克、朝鲜、俄罗斯。